PAP 真的很好玩，搞定 PAP， 球技不仅会大增，而且考试都会100分哦。原则上，同一个人一样的出手，我们都会有一样的 PAP。但是如果同一个人换成不一样的球或者不一样的打法，PAP 还会一样吗？PAP 的应用还有怎么样的例外呢？我们来实验一下吧。先打一个自己比较习惯的手势。那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用同一颗球、同一个手势打不一样的路线 ，PAP 的位置是否会改变？打完 outside 之后，我来试一下 inside 的路线。可以看得到，它的那个点还是固定在旁边的。我们把球速打慢，打一个你习惯打的路线，打准，把球速打慢。那我们现在来测试，把球速打快一点点 ，PAP 是否会改变？看起来也没有差太多，所以呢，我们测试了一下，改变球速转速，其实对 PAP 的影响并不是太大。那如果我们做更多一点的微调，来改变侧旋角，或者说改变轴倾角 ，PAP 是否会改变呢？我们再来测试一下。那当然，不一样的手势，现在 PAP 都落在不一样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来第二轮，我们用回我们惯用手势，也就是原本的那个 PAP 的点，打不一样的球。好，我现在换了一颗球，这颗球还没有把 PAP 的位置找出来，但是这颗是16磅，我刚刚的球是15磅，然后我试着用一样的动作来打。这颗球量完之后呢，它是距离我手掌心的位置呢，往右6寸，往上1/2的地方，跟我这颗球呢，其实有一点点的差别。那原则上呢，我们的 PAP 固定手势，在不一样的球，它基本上是会差不多的。那会造成不一致的原因有什么？就是例如球重不一样。球重不一样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去影响我们手感，会有出手的时候会有一些些许的误差，所以造成有限的偏差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开法的不一样，开法的不一样，就是我们所谓的布局 layout 的不同呢，其实也会对于游线有一定的拉扯。所以我们大家也可以看到，清崎它有更不一样球的开法，它跑出来的游线呢，跟我们原本他打的那颗球游线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这2颗球都是清崎用惯用手势打出来的游线。这颗球呢，它就明显的落在手掌的左侧；这颗球呢，就明显的贴合球孔。那因为它的 layout 开法不一样，所以它的 PAP 有蛮大的偏差。这一颗球呢，跟这颗球有相似的 layout， 所以呢，这2颗球很巧的，它们 PAP 就落在同一个地方。所以在 PAP 的应用上面，资料上建议我们选用条件相似的球来做设计会比较好。那如果我们在用不一样的球的时候呢，它可能产生的 PAP 变化就会比较大。那 PAP 当然是我们手势跟游线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。那我觉得了解自己的球是怎么跑，是对于打球是很有帮助的。包括当我们把 PAP 的位置标示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在直球的时候就很明显的可以知道自己打的侧旋角度如何，自己的轴心角状况如何。那甚至呢，我们可以在 PAP 到 pin 的这个连线，我们去贴一条胶带，
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球的旋转状态以及它的转速如何。APP 来测转速，很多人觉得它不是那么准确。其实最准确的方法呢，我们就是这样把它贴起来，录影之后去回放，看看我们到底球从离手到击到球瓶，它转了几圈，然后我们总共用的秒数是多少秒？因为现在的录影设备，包括大家的手机都很先进，你可以精准的算出来你所使用的秒数以及你的圈数。所以 RPM 呢，就是每分钟有几转。你把这些单位换算出来之后，你就可以得到你正确的转速了。如何找 PAP？ 其实网络上有很多影片在介绍，但是呢，关于 PAP 的运用以及它会发生什么变化，我觉得也是透过这一次拍摄影片以及实验，我才有更多的了解以及心得。看到这边，可能心中会有怀疑 ，PAP 不是根据手势而来的吗？那为什么一样的手势换了不一样的球，会改变了 PAP 的位置？是不是因为换了球，影响了手感，所以才打得不一样呢？我自己也有点怀疑，所以就上网去爬文了，看到原来也有人提过类似的问题。还有一个球友很厉害，他拿出了手中的8颗球出来拍测试影片，他还归纳出球心越强 ，PAP 越往掌心靠的结论。这篇讨论还调出了保龄球设计大师 Mo Pinel， 他直接给出了答案：具有展开能力的球就会影响 PAP。手势初始的 PAP 在球一离手的瞬间就产生了改变。什么？那上一集才教的测量 PAP 还有用吗？听说还有观众找到了 PAP 后，马上就去开了3颗球，效果还挺好的啊。别担心，讨论串的最后提出了另外一个保龄球很重要的观念 ，Benchmark Bowling Ball， 基准球。基准球的观念呢，分享给大家，意味着自己最能掌握也最熟悉这颗球的球性，通常是用来判断球道的那颗球。如果有一场比赛只能够让你带1颗球，你会带哪一颗呢？那颗球就是你的基准球。基准球的 PAP 就是你最有参考价值的 PAP， 也是用来延伸设计其他球的 PAP。设计完其他球后呢，也记得用球余等方法再去测试一下新球 PAP 的位置，确认球的 pin to PAP 距离是不是自己原本预期的效果。那我觉得保龄球是蛮精妙的，那也是需要教练来指导。譬如说上次访问郑行岳选手，他虽然当选过很多次国手，也打得成绩不错，那他也讲说他有一次去国外找教练教他2天的课程，就帮助他找到这几年他都没有发现的盲点。所以其实教练是很重要的，我们除了练习之外，还是需要透过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我们做更好的调整以及进步。最后针对我在网络上看到几个关于 PAP 的问题呢，来做一下回答。首先是王文昌问的问题，PAP 的位置有好坏的差别吗？他看了很多4球的选手，他们的 PAP 大多在4寸5寸，而他自己在6寸，那有没有好坏呢？那我觉得其实有固定的 PAP 就是好的，那有固定的 PAP 代表我们的手势是固定的，那我们在开不一样的球的时候呢，也可以针对需求去开出不一样的效果。PAP 不固定才是不好，固定的话我都觉得是 OK 的，因为高低有限，各有千秋嘛，并没有好与不好的差别。那另外一个问题呢，是刚俊所问的，有颗已经钻好的球，那这颗球的 PAP 就是固定的吗？还是会因为出手角度的不同造成 PAP 的改变？那透过这一集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其实如果你的手势是固定的，那这颗球当然它的 PAP 也是固定的，就是我们想要设计的效果。那当然，如果你的手势会去调整的话，那你的 PAP 也会做出相应的改变。那我们可能可以透过球余去测试到新的 PAP， 那也可以知道手势改变之后会对 PAP 造成怎么样的影响。那关于 PAP 呢，我想可能大家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意见、想法，或者想要分享给大家的，都可以留言在下面。或者呢，你不清楚你的 PAP， 想跟我约个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测试，我也是很欢迎的。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对大家的球技有所启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记得订阅滚滚助攻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收到滚滚助攻的最新影片。为滚滚助攻点赞，就差你一个！订阅滚滚助攻，拉近你与300分的距离。